大家好，在聊热车的重要性那一篇里面，有朋友补充到说冷车也是很重要的，没有错。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，当你开完车以后，从热车到冷车的这个阶段需要注意的东西。那基本上来讲，热车的话跟散热系统就比较没关系，因为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让引擎尽快的达到工作温度，还有变速箱的工作温度，因为只有这两样达到工作温度以后，才能确保车辆行驶的平稳跟引擎的健康之类的。那有朋友提到说，原地热车为什么不行？因为以目前来讲，有专家研究过说，就是在无负载。无负载的意思就是引擎它只是单纯的空转，就是原地热车的意思。对它的燃烧效率会比较差，然后造成积碳的几率也会比较高。所以一般来讲，目前都极度不建议原地热车。我先补充一下，原地热车不建议的方式，是因为是你从引擎都是冷的情况下，你原地热车、原地发动，一直等到水温上到工作温度才启动，这个叫原地热车。然后像我比较推荐给各位朋友的就是，你原地发动以后，你只要看到水温表开始动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慢速行驶。然后在这个慢速行驶的作用，就是要让变速箱温度赶快达到工作温度。基本上来讲，你只要水温表开始动了，因为应该这么讲，因为变速箱油它会经过水箱，它有一条管路，它会经过水箱的下方进行散热。那相对的，当你的水温表开始上升的时候，表示你水箱的水已经开始变温，慢慢变热。这个同时，它也会帮助你，只要车有在行驶，变速箱油就会流过水箱下方的散热管。那这个时候也就会顺便帮变速箱油加温，所以我才会建议朋友，就是说，当你水温表开始动了以后，就可以慢速行驶。这个时候就是要希望透过水箱水里面的热水，帮助变速箱油加温，那也可以减少变速箱油不必要的磨损耗。当你看到你的水温表上到工作温度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是水温表的一半。那这个时候也就代表大概变速箱的温度也就到了，所以这时候就可以放心的正常行驶，是这个原因。那今天讲的冷车，就像刚刚之前跟朋友讲的，热车到冷车这个阶段，那因为这个时候就必须先讲一下散热系统的工作方式。像一般车辆来讲，你的水箱风扇，它基本上多数车辆水箱风扇开启的时机多半都是水温在95度左右，水箱风扇一定会动。然后先记好95度这个数字。然后我们回到散热系统水流的把关者，节温器。节温器的开启温度，有的车是78度，然后但是基本上多数车辆的节温器，也就是水龟，它的开启温度是在80度上下。像我这台车，它原厂的开启温度是85度，那也有的车辆是78度就会开始开启。然后重点是，它的开启不是直接打开，它会慢慢打开。
然后我目前手边没数据，就是说它到底开启的，假设好了，假设以我们这台车，它的节温器作动的温度是85度，那它85度开始开启的时候，到全开会是几度？这个可能会牵扯到每一颗节温器它制作上的严谨度会有差异在，但是我相信应该差距不会太大，因为以石蜡这种东西，它基本上它只要一受热，它就会开始持续的膨胀，然后去把那个节温器的那个挡片慢慢的撑开。所以我们先假设好了，像我这一颗，我可能在85度节温器开始开启，然后可能在将近90度的时候，它就已经全开了。先假设这样子好了，那是不是散热风扇在95度启动的时候，水道里面的水都已经是在大循环，在没有阻挠的情况下，在大循环了。这个是一点。然后我们现在讲热车到冷车这阶段，因为基本上我们先以自然吸气车来讲好了，因为基本上绝大多数的人加上一般的用路环境，不太可能可以让你在高转速下瞬间停止，紧急刹车停止以后马上熄火马上走人，这个几率真的不高。你试想好了，你市区你再怎么会开，当然半夜三更半夜或偏乡比较乡下的地方可能例外，但是你就算你再怎么再开的再怎么快，也不可能长时间的高速行驶下，然后瞬间停止瞬间熄火马上熄火就走人，不太可能。所以当初引擎在设计的时候，一般民用车在设计的时候，多半都已经把这一个盲点考虑进去了。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，引擎的正常工作温度多半都在90度上下。引擎的温度在90度上下，这个区段的时候，它的整体效能会比较好，因为毕竟内燃机它也是属于热效率转换的一种发动机。那我们现在试想哦，你正常开车，你快到家了或快到目的地了，是不是就要准备可能找车位，或者说要准备停进自家的车库啊，或者说大楼的地下停车场啊？那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一定必须要慢慢的去行驶？然后这个阶段里面，基本上就属于慢慢在冷车了。我们先排除掉你停的地方是比较属于密闭空间，譬如说自家的室内车库，或者说大楼的停车场，因为这两个地方，你只要停进去以后，受到风的吹动的几率就比较低，所以我先排除掉这两个，我们先讲一般的路边停车好了。当你正常行驶以后，在路边找车位，或者说准备停进车位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会慢慢的行驶？这个时候就等于是稍微在有点冷车的意思了，从热车到冷车就是冷车的意思。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的水龟，它大概在80度左右，它还会进行着一个比较大的水量的循环，然后这个时候它还是在做散热的动作。所以说基本上一般用车或正常行驶的朋友，比较不用去担心热车到冷车这个阶段，自然吸气车不用去担心热车到冷车这个阶段。那我们现在来讲我刚刚讲的自家的室内车库跟地下室停车场，因为毕竟这两个地方
你只要车停进去，可能车库门关起来，或者下到地下室以后，可能一般路面上的风就吹不到了。那是不是变成说，你整颗引擎会闷在里面，闷在引擎室里面，然后没办法散热，它必须持续的闷住这个温度一段时间。然后这时候要记得，我刚刚有讲，在停车之前一定都会慢速，几乎不太可能会有人很高速的开到停车场，然后瞬间停止，瞬间熄火，不太有可能。所以在停车之前的这一段，温度可能没有下降很多，但是已经开始在做局部散热的行为了。然后现在重点就是，如果你们是停自家室内车库，或者说地下室停车场的朋友，我比较建议的就是，当你们停进去以后，可以的话，引擎盖稍微打开。如果是室内自家的室内车库的话，我会建议你们像我这样子，引擎盖全开，然后可能有支杆的就把它架起来，没有支杆的就是油压杆，反正就是保持引擎盖的全开，让它散热。因为你们在室内没有一般风的吹动下，你必须尽快让它去做散热的动作。这个动作也可以确保周边一些塑胶零件的老化、硬化、脆化。那如果可能像地下室停车场，别人有办法去接触到你车的情况下，这个时候就不建议把引擎盖全开。这个时候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，因为驾驶座旁边都有一个引擎盖的那个拉把，你就把它拉开以后，引擎盖是会翘起来，它会翘一个缝起来，你就保持这个阶段就好了。就像这样子，因为我们的引擎盖它基本上是两段式，你第一段搬起来的时候，它整个引擎盖会跳起来，然后会形成一个缝，有没有？如果你们是停地下停车场，就是比较公共的停车场的话，室内的话，尽量就是可以的话维持在这样子，会比较帮助散热。如果你们有使用车罩的习惯的话，要切记哦，引擎还热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车罩盖住，因为那个会把整个热气闷在里面，那个真的对周边的塑胶零件会造成受热、过热、硬化，甚至脆化。像那些电线插头那些脆化就会很快发生，因为毕竟热空气对流，热气一定是会往上跑。当我们引擎盖撬个缝的时候，热气也就有办法慢慢的往上散发掉，因为热空气对流嘛，热气会往上跑，然后冷空气会往下，所以这样子会对引擎的散热会比较好，也比较不会说你们会担心引擎冷车这个问题，会比较放心的离开车辆啊。然后再来就是涡轮车真的也比较需要去注重热车到冷车这个阶段，因为说实在话，真的涡轮那颗涡轮机它的温度本身就太高，你就算到达目的地之前，你慢慢的开，可能涡轮的温度会稍微降低，但是它还是比引擎本体或者周边的零件的温度会高，所以可以的话，涡轮车的车主，如果你们在到达目的地或者是回到自己停车的地方的时候，可能要稍微提早的慢速行驶，因为毕竟车在动，风在吹，你的涡轮机的温度下降会比较快一点，这样子也可以确保你回到停车的地方的时候，涡轮机不会再闷在那边，温度持续的闷在那边，这样子也会对涡轮机或者周边的零件产生危害。
基本上热操了，就像刚刚讲的，一般车辆热车到冷车这个盲点，因为工程师他们也知道，一般驾驶者不太可能高速行驶以后瞬间停车，然后瞬间熄火走人，不太可能，一定都是可能正常开，然后快到目的地的时候，速度会降慢，然后再来就是停到停车位上熄火。所以我刚刚有讲到散热系统，你就算熄火以后，我印象中有些高级车辆或者比较新能车，他们的水帮浦已经改成是电子式水帮浦，然后他们那种高级车有的有这个功能，就是你就算钥匙拔走了，车子熄火了，如果行车电脑侦测到温度还是偏高的话，它的电子水帮浦它还是会持续的运作。那在我们一般这种传统的水帮浦上，它就是必须去靠热对流。其实空气会热对流，水也会热对流，然后整个散热系统也是大致是这个原理。就算水龟节温器它是关着的状态下，它上面有一个小孔，其实不要轻忽那个小孔，那个小孔除了是在换水的时候排放空气以外，它虽然那个小孔很小，但是它还是能够产生形成一个对流的效应，它或多或少还是能够帮助引擎做散热。那大致上热车到冷车这个阶段，如果你只是一般的使用者，车辆使用者，并不需要去太做担心，除非你是涡轮车车主。涡轮车车主就是比较稍微费心一点。如果你事前有比较高速的行驶或比较激烈的操驾，你在停车之前就稍微多一点心，提早放慢速度，慢慢的开，然后回到停车地方稍微等一下再熄火，这样就 OK 了。那如果只是自然吸气车一般车辆使用者的话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之前有比较激烈的驾驶，比较高速的行驶，也就是到目的地前稍微的慢速行驶，然后回到车位以后就可以熄火了。为什么需要冷车？因为很多机件、很多零件，它达到工作温度以后，是不是我在热车那一篇有讲到，金属会受热膨胀？但是如果你受热膨胀，你温度一直闷在那边的话，那个金属可能会不断的膨胀。当然不是说不停的膨胀，而是它会膨胀到一个程度。那如果你这个温度不赶快把它散掉的话，金属没办法收缩，所以久了也可能会造成它的变形，就像碟盘一样。碟盘如果过热的话，瞬间冷也会变形。好了，那今天这个热车到冷车，需要注意的地方跟大致的方法的介绍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